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却为他人做了假衣裳。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来航天、新疆双料王、封疆大吏马兴瑞，今天被正式的双开移送司法审判了。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的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了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的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严重的违纪违法和涉犯罪的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犯罪的问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予以追认。以前呢，我就给大伙说，中国这届政府在这个从严治党抓腐败的问题上那是认真的，而且呢还非常人性化的给出了这些腐败分子的一条活路，那就是在18大以前的那些腐败既往不咎，只要是你在18大以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那你依然是一个好同志。可是呢，那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呐，人心不足蛇吞象，多少钱是个够呢？本台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马兴瑞早在4月3号的时候，新华社的一则简短的通报就为马兴瑞的政治生涯画下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句号。这位曾经被视为技术官僚典范、身居中央政治局委员高位的封疆大吏，因为涉嫌严重的违法违纪，正在接受中国纪委国家监委的审查调查。回顾其过往的履历，从航天领域的顶尖专家到主政一方的核心领导，马兴瑞的人生轨迹呈现出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断裂与反差。
马兴瑞的仕途起点带有浓厚的学院派与技术流的色彩。他曾经是航天少帅，1959年出生的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幸运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深造，师从著名的机械动力学专家黄文虎院士，成为国家学位制度建立后的首批博士之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马兴瑞的履历堪称完美。他早年留校任教，迅速成长为哈工大最年轻的博导之一。1996年，他离开校园，投身航天系统，历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副院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副总经理、总经理。在那个中国航天事业飞速发展的年代，马兴瑞作为航天少帅，深度参与了多项国家的重大的航天工程，并于2007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的院士。这个时期的他是典型的技术精英，代表着专业、严谨与国家的战略力量。2015年，马兴瑞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离开深耕多年的航天系统，南下广东，出任深圳市市委书记。这次跨界被视为从技术官僚到政治官员的转型。在深圳，他面临着经济转型与城市治理的巨大挑战。仅仅2年以后，他升任了广东省的省长，跻身正部级的行列。在广东这一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任职期间，马兴瑞展现了其作为行政主官的这种影响力。好，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的请到了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跟我们好好聊聊关于粤港澳这个大湾区。其实刚才主持人呢在演播室里已经谈到了咱们这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9+2，其实还应该很重要一个数字还是人口，比如说大湾区涉及到了7000万人。那最新马省长，最新的人口普查出来了，咱们广东从常住人口的角度来说，绝对是这个全国的第一，尤其是增量，跟2010年比，广东新增的常住人口达到了2170.9万人，每年新增217万人。您怎么看待这个增量？这是不是广东特别棒的人口红利？您讲那个数据就是前一段刚刚第7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一个基本的数据。我是从这个角度看，那么经过这10年呢，广东的常住人口增加了2170万，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数据。为什么这么说呢？广东呢，大家都知道，现在去年的经济总量，也就是 GDP， 是达到了11.08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其中有大的结构来看，就是一产接近4%，二产。2021年底，马兴瑞再次被委以重任，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并在次年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副国级的领导人。此时的马兴瑞手握边疆重权，位极人臣，正处于其政治生涯的巅峰。12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他所在的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综合一处秘书一处党支部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奋力建设美好新疆专题学习会，与支部党员共同深入学习党的20大精神，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结合工作交流学习体会，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会上，党支部负责同志汇报了支部建设和工作开展情况，支部成员围绕学习主题，紧密联系学习、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了发言。马兴瑞与大家互动交流，对大家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党的20大精神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希望大家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用心用情做事，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马兴瑞指出，党的20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我们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党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马兴瑞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学习
马兴瑞2025年的7月1号，新疆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宣布马兴瑞不再兼任新疆党委书记，官方通报其另有任用。他在会上深情地回顾了3年半的任期，表示时刻如临旅薄冰吧那个意思吧，时刻如临如履薄冰吧，放心不下。然而这次卸任后的亮相却显得意味深长，在卸任新疆职务的几个月里边，马兴瑞并没有立刻奔赴传闻中的新岗位，而是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2025年的9月，他密集出席了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以及国庆招待会等高规格的活动，但敏锐的观察家发现，从此之后，马兴瑞突然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缺席了多个中央重要会议。这种长时间的沉寂在官场通常被视为不祥之兆，直到2026年4月3号，靴子终于落地，官方通报证实了他落马的消息。到了今天，正式宣布他被双开，移送司法审判了。中国的官场之上像马兴瑞这样副国级的大老虎，落马的并非他一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中央在惩治腐败这件事情上是无比认真的。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